对啊。这次的太想到处玩，来个万圣节在地活动，也是在还没开始拍 YouTube 时，曾来过但一直没在访的寿山动物园。上次来的时候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正逢寿山动物园设备大更新，也引进当时正流行的水豚菌跟天空步道等等，将整个寿山动物园到远通市这段路挤的是完全水泄不通，连停车都完全找不到位置，好不容易有位，还要再爬10分钟的山路才能抵达园区。所以这次就汲取教训，改由搭大众运输去动物园，从捷运或轻轨转搭5、6号公车就直达了。一到园区入口处，斗大的告示牌就竖立在眼前，这应该是全台最能与动物超近距离互动的动物园吧。这守则其实也是跟民众讲的而已，猴子们根本也看不懂。只是台湾猕猴虽然已经从保育类动物除名，但依旧受到动保法的法律约束，园方也就一直无法采取更有效的驱赶方式，逐渐演变成一种野生动物的灾害。就像成群的野狗会追着人跑，而成群的野猴更会抢劫食物，甚至还会进民宅翻箱倒柜。尤其是中山大学的学生，更是首当其冲。那这次会特地来寿山动物园走走，也是有原因的。就是园方搭配万圣节的节日，推出一系列的亲子活动。首先就是装扮成动物模样就能免费入园，而当日园区还有提供许多的相关万圣节活动。装扮成动物的条件也很简单，带个动物发箍就过关了。于是当天就有2只大兔子、1只小熊开心的到这里玩了。除了免费入园以外，还有园游券跟入园礼可以索取。当然，这部分是有限量的，发完为止。不过，影片上片时，活动也早已结束了。活动的舞台就在入口处而已，非常的方便。现场也提供许多的遮阳处，让民众看表演活动，而不是像一般的草原场地需要自备野餐垫。那既然是亲子活动，就有很多的亲子表演节目，也有许多亲子互动的环节。更有许多的民间团体应邀参加，像这个台湾黑熊的齿模就是让小朋友自行灌注，然后可以用来彩绘的亲子作品，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。除了活动舞台以外，寿山动物园在上次的整改当中，增加了许多清水设备给小朋友戏水，真的是可以感受出寿山动物园整改之后的用心。人在市区里又多了一个亲子活动的场地。那园区的游园小火车，当天也是大排长龙。不过这次女儿把重点放在万圣节的活动，就没搭成了。这一辆车能满载40个人，还能排一点小坡，我也是觉得蛮厉害的。虽然行驶的范围不算大，但如果是出来寿山动物园的游客，还是推荐可以搭搭看。相较于台北木栅的游园车，是直接载游客到定点，寿山的游园车多了一份讲解说明，但由于没有专属道路，所以会有人车共道的情况产生。虽然司机会鸣笛，但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就是了。这边等等就由我来介绍个寿山动物园吧。那第一站就是虎猛区，这几个家伙也算是各个动物园的指标之一了。小泽生态农场，大到像六福村，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踪影。那也真是都有一个守卫来帮大家看守安全。不知道是不是像当兵的战二蝎六一样？这次主要逛的路线就是以天空步道为主，然后再去看几个比较有指标性的动物。其实光是走一圈也要1个小时了。天空步道是园区改建后的亮点之一。这条全长440公尺的空桥，能让游客能穿梭在动物栖地上方，并有观察廊的落地窗，可以近距离来看动物。寿山动物园最受欢迎的2个动物山屋，分别是水豚山屋以及黑熊山屋这2处。
不过水豚君这几年已经是各大农场的常客了，更是主打可以近距离喂食触摸。所以现在在寿山镇里的水豚已经有点退流行了。当初改建完过来时，还要排队分人流，才能一睹水豚君的风采呢。水豚这边也有设有观察廊道，不过这次下去完全没看到，所以就先 pass 了。接下来就是台湾黑熊这区，目前以台北市立动物园和寿山动物园有饲养，算是比较有独特性的大型动物。由于活动性比较强，所以山屋这里设有游戏区，让台湾黑熊能活动筋骨。因为它是黑色的。那在山屋这里没看到黑熊的踪影，那我们就去廊道找找，看是不是正在睡觉吧。大家都在等别的睡觉，我们要再去看别的啊。廊道内有冷气空调，不会有闷热不透气的情况。如果逛累了，也可以到这里稍作休息。这区的设备就比较丰富一点，并设有全方位的监视器，可以透过电脑萤幕来近距离观赏黑熊的作息。这次运气很好，刚好遇到黑熊正在运动中。一般熊类的站姿都会让人笑说，是不是工读生假扮的？站姿很挺，又像人一样的自然垂手，是真的很逗趣。那说到熊，顺便聊聊日本最近的野生熊害。前面有讲到野狗、野猴对附近民众造成一定的损失，而日本的野熊更是入侵一般民众的生活圈，甚至是直接攻击民众，造成伤亡事件。虽然在台湾可能遇不到，但爬山客还是有机会遇到的，还是要有点防范意识。看熊可以爬那么高，所以遇到熊不可以装死，也不可以爬树，因为你爬不赢它。这边传授一点知识给小朋友了解。如果我是熊爸爸，我就跟他说这样子很危险，叫他放下。那你？那台湾黑熊的辨识度也超高，胸前的白毛特征可以让你瞬间辨别，万一遇到就是保持冷静，缓慢后退即可，切勿惊慌尖叫，引起动物的攻击性。那再来就来看看这白犀牛，也是只有台北市立动物园和高雄寿山动物园有饲养。但虽然已经10月，但高雄的天气依旧炎热如常，所以动物们都还是躲在屋内居多。许多动物的习性就是昼伏夜出，那这部分也请各位观众见谅。这趟的游园之行，并不是每个动物都有出来见客，所以这边也只能剪辑一些比较能看到脸的动物画面。当然，有些动物因为某种原因缺班，找其他动物代班也无可厚非。但找袋鼠代树懒的班是怎么样？还好台湾水域甚少看到鳄鱼这种物种，也比较不用担心被鳄鱼咬。要不然玩水玩到一半看到这个鳄鱼头，吓都吓死。再来就是要来看猫猫了。身为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，有自己专属的区域，要不然其他的动物也会怕吧。反而是老虎这种物种，就不是台北跟高雄有而已了。六福村主题游乐园以及新竹市立动物园都有饲养，不愧是猫猫，果然平易近人。那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那让我们就来去找找这个明知山吧。园区主要是以孟加拉虎为主，虽然不是像野外一样的环境保护色，但如果不仔细找，还找不太到呢。那还有一只白老虎招海，换算成人的年龄，也足足有80几岁的高龄了。有没有看到？也是懒洋洋的躲在阴影处纳凉呢，会有一种养老的感觉。那最后就来点可爱激动物来当结尾吧。羊驼俗称草泥马，这名词真的不知道是谁开发出来的。不过也是跟水豚一样，是各大农场的明星，也通常是开放近距离触摸体验。不过园方应该是考量动物跟民众的安全性，所以还是安排成这样的观赏模式吧。那整个天空步道也差不多这样了。现在要回到活动场地来玩 DIY 活动。园方这次有提供免费面具 DIY 给民众彩绘，画完的面具也刚好可以用在万圣节当中，挺不错的。现在还有提供色笔，让小朋友可以马上发挥创意。也由扣色与民众互动一起玩不给糖追导弹的活动。看到女儿满满这一栏，就知道她有多捣蛋了。那整个游园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
园方也是不定期推出活动，值得推荐给各位观众来走走，享受一个轻松又能与亲子互动的场所。那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